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综合案例，就是如何使用 Houdini 从零开始制作一个这样的程序化水母。在开始之前，我需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例，涉及到的知识点相对比较多，需要你对 Houdini 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否则的话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卡住。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好，这个动画最后我是使用60帧输出的，所以它在视觉效果上是显得比较的丝滑。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水母，可以说分成4个部分，一个是外面的伞部，然后中间有一个小伞，另外就是这些长的，我们把它叫做触须，以及里面的这个触手。然后我们仔细看的话，触手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这外面的类似于裙边这样的结构，另一个就是中间的有一个主的结构线。好，我们进入制作。首先我们来制作一下这个伞部。这个伞部的话，我基础的模型的制作其实就是将这样一条直线变成一个曲线，最后我们使用一个扫描的方式，也就是这个 revolve 变成一个伞部的一个蘑菇状的一个结构。重点就是我们如何完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水母的一个脉冲运动。首先的话，创建一个直线，然后 resample 重新采样。注意这里给了一个 curve view 的一个属性。然后我们对这个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使用 band 做一个基础的 K 帧大型结构。注意我这里设置的是60帧每秒。我们看一下，它就这样一个运动。然后我们对它的一个前端结构再做一个 K 帧，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这一部分。注意这个地方使用到了一个 edge script， 我们读取到14号点的一个 P 属性，也就是它作为它的一个 capture 的 origin， 也就是这个 band 的这个起始位置。为什么是14号点呢？你看，我们显示这个点序号之后，也就是14号点，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我们继续。然后这个地方是对第18号点这个位置，也就是它的这个曲线的这个尖端位置，再做了一个 K 帧，它一个向内收的一个运动。这个 edge script 的意思也就是读取它18号点的 P 属性，也就是它的位置属性。你看，也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数值。然后这个地方是最后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在模拟过程中，我发现这个生成的这个伞部结构太小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最后反过来将它做了一个缩放，让它变大。看一下，它原始只是这个样子，然后让它变得更宽。然后 time warp 这个节点的意思就是让它有一个循环，循环是从第1帧到139帧 ，pre-cycle 就是第1帧之前也是这个循环，然后 post-cycle 是139帧之后也是1到139的一个循环。你看为什么是139帧呢？就是我们 K 帧的结束帧139。
所以它就有一个循环的运动。我们看一下，对吧？我们得到这个运动是一个基础的运动，我们需要对它做一个细化的一个处理。这里使用到它的内置的一个系统叫 ChopNet。我们先创建一个 channel 节点，然后需要修改它的一个模式为 animate， 因为它是一个运动的嘛。然后创建一个 ChopNet。注意这里面一定要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主要结构就是 geometry， 将这个就是 channel 之前的这个节点引入进来，然后中间是两个效果器，类似于 CCD 的这个类似于平滑，这个 jiggle 也就是 CCD 里面的一个颤动。这个 filter 使用到了一个 left half 高斯，就是左半高斯。左半高斯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它原始是这样嘛，然后左半高斯之后，它使原始的这个动画这个曲线往前挪了一点，这个粉色的就是左半高斯，并且让它更加的顺滑。所以呈现在动画上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比以前的那个动画往前移动了一部分，然后更平滑一点。这个就不用说了，有一个颤动的效果。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平滑，并且稍稍前移。为什么是前移？我们对比一下，你看，这个是新的，比旧的要快一点点。这个左半高斯，然后顺便让它平滑，以及带一个 jiggle 就是它末尾的时候，它有一个甩尾回收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再让它使用扫描，得到了一个散布的一个主要结构型。我们继续往下，这个地方勾选了计算 UV， 就是它 UV 是这个样子。这个 UV 的话，我们在最终可以用它来作为创建一些噪波或者是一些常用贴图。然后这个地方我是让使用 UV 变成了 UV2， 为什么变成使用 UV2 呢？因为我们在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蘑菇的散布这个部分，它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根茎结构。这个结构是使用这个 UV 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需要在最后使用 ChopNet 创建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贴图，所以我们是要使用到的是 UV 属性，所以将这个最开始的 UV 署名为 UV2， 然后使用 Fuse。注意这个地方是经常使用到一个操作，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不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UV 的这个属性，它是在变的，看到没？如果这个 UV 变的话，我们在后期给上一些贴图的话，它这个 UV 就会滑动，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将它锁住，固定到第一帧，然后使用 Attribute Copy 将这个属性复制回来，那么它这个 UV 就被固定住了。好，然后使用 Match Size 让它变到这个中心。这个地方也是我后期做的，将它做了一个缩放，变得更大一点。这个是 Labs 的一个工具，快速得到边缘的点组，其实它就是这个 Group 的这个功能。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功能，只不过它更快捷一点。不过这个节点有时候
也有问题，就是它选出来的点组不够准确。继续往下，然后这个 Group by Range 就是通过将这个边缘点组使用这个分隔选择，这个 Range Filter 意思就是每4个点选中其中第一个点，每4个点，然后2的话意思就是每4个点选中前2个点。这个选择的顺序是根据它的一个点序号，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分隔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这个还是 Group by Range， 就是我们直接使用它的赋予一个新的组，就是每5个选中一个，得到一个分隔的一个树形的一个点组结构。我们通过这个点组结构是干嘛用的呢？这个点组的话就是让它的一个散布有一个向内线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使用到的是，你看选中这个 Group 1也是这个点组进来之后，然后 n 属性给了一个点级别的 n 属性，通过这个 n 属性就是它的方向嘛，然后做了一个移动位移，位移的方向就是反向的 n 方向，也就是 negative。然后位移的大小呢，通过2个控制，一个是它的一个倍率 0.12， 一个是它的 curve u。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最下方的 curve u 值越大的，它位移的距离越大； curve u 越小的，也就是越向顶部，它位移就越小。到顶部的话就是没有位移。然后这里给了一个 mountain， 这个 mountain 是基于 point number， 因为这个点的数量是没有变化的，所以你即使是它本身是带运动的，它这个 mountain 的这个噪波它也是不会滑动的。给了一个挤出，挤出的话其实就是向外挤出嘛，我们看一下，你看向外挤出，给了这几个点组，这几个面组吧，是面组，这几个组很重要，我们后面会经常用到。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Group by Range， 将这个挤出边的这个 Extrude Side 这个面组做了一个分隔选择，然后把这分隔选择的这个部分使用 Pick 向外挤出，因为我们还是对这个散布做一个模型的一个细化处理嘛。你看一下，它这个部分有一点向外凸起的一个小结构。然后 Subdivide 给个 Smooth， 这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大型就得到了。然后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赋予了它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我们后期可以用来做颜色啊、材质的一个变化，但是我没用到，其实实际上最后没有用到。往下走，然后这个地方呢，赋予了一个新的属性。这个属性的话，还是为了后期上材质服务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不是有这个树状结构吗？这个树状结构的话，通过这个 out 这个属性，可以只让外面有这个贴图效果，里面没有。因为这 extrude front 也就是外面这个面组嘛，我们是这个地方获得的这个面组，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点组，并且对它做了一个平滑 blur 处理，这个也是一个上面对 mask 的一个 blur。
这个地方是 UV2，UV2 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是 UV，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原始设置的 UV 属性变成 UV2 了吗 ？UV 属性变成 UV2 了吗？但是我们为了获得那个根状结构的贴图，又将这个 UV1，也就是 UV 嘛，拿过来。这个 UV 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复制过来的是这个 UV 属性，它原始是这个 UV 嘛 ，UV2，UV 是这个。为什么要得到这个 UV 呢？这个 UV 是为了让这个树状的这个结构能够贴上去。你如果是使用这个 UV2，这个贴图贴上去是得不到这个树状这个效果的，是吧？所以这个是 UV。然后让它朝向Z 轴，朝向 Z 轴克隆到运动的路径线上，路径线，也就是画了一个路径，看一下，画了一个路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如何让这个伞部这个水母，它能随着这个运动，这种一孤勇的这个运动，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脉冲的一个运动效果，就是它一回收的时候，它有一个，还是看这个视频吧，就是一回收的时候有一个快速的向上。我们先得到使用 curve 画出了这个，我们先看画出了这个曲线之后，然后放大，然后给了一个这个 n 属性嘛，因为你这个点上有这个 n 属性，你才能够通过这个朝向 z 轴方向才是正确的。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反向呢？因为我当时画那个曲线的时候是从下往上吧，你反向之后它才会向上运动，使用 curve 的话就是对这个曲线处理嘛。我们是要往上运动吗？对吧？往上运动的话，我们只需要最上面这个点，它自己本身这个节点就可以只获取顶上这个点，就使用这个，你看，看到没？这个顶点它就会跟随这个运动，所以我们只需要对这个位置做一个运动的变化，那么水母跟随这个点的运动，它就会有一个脉冲这样的一孤勇的运动，对吧？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首先它有一个平均的运动，对吧？是根据这个$FF， 也就是我们说的全局的一个正变化。重点是在这后面这个部分，后面这个部分控制了它的一个脉冲运动，怎么得到的呢？我们看一下上面，我们最开始画了一个伞部，然后我们需要根据它的一个这个伞部的这个运动来得到它这个脉冲，使用这个 match size 将这个线的这个长度固定到跟这个长度一样，我们得到这个底端这个点的运动，看底端这个点的运动，是吧？然后这个地方还是同样的使用了一个 ChopNet， 这个 ChopNet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呢？就是它让它有一个延迟的效果，
就是它一孤涌往回一收的时候，它有一个稍稍的延迟，你看到没？它这个点有个稍稍的延迟，这样就更符合一个物理的一个运动效果。我们看一下，它同样的使用了一个 filter， 将运动平滑了一下，同时使用了一个 lag 就是个延迟。注意这个 lag 这个值越高，它这个延迟的效果也就越慢。你不能够这个值不能够太高，太高的话就是说它一收缩，但是你这个水母的向前冲的那一下就跟不上了，如果太慢的话，所以你这个值要根据实际情况去调整。这个时候我们将0号点，也就底部的这个点得到之后，我们输出了一个属性，也就是一个变化的一个值。我们将这个变化的值，你看这里给了一个是 detail 属性，看一下这个 detail 属性，看到没 ？detail 我们这个 VOP 首先就是 run over 选的 detail， 我们将这个 detail 属性，你看一下它是个变化的，赋予到这个 curve 上，对吧 ？detail 读取了这个 speed 的这个属性值，怎么赋予呢？我们得到这个点的一个 Y 轴的一个运动，对吧 ？Y 轴的一个运动，然后将它重新映射。注意这个映射，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个 fit 嘛。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 fit range on clamp， 这个意思就是，当你这个映射的这个值超出范围之后，它不会被限制住，不会被夹紧。我们在数值上去看一下吧，你看它这个输入跟输出的值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到 0.2 的时候，这个未被夹紧的这个数值还是在变化，它即使超出了，如果是默认的 fit 超出 0.2 的值，它就不会变化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使用的是unclamped， 得到这个 speed。这个数值是设置的话是最后根据结果，看一下，就是根据这个结果去调整的，选择多少，输入输出多少合适，是这个比较精细的一个设置，需要你不停的去测试。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最后的话还减了 0.13， 就是它如果你不减的话，它初始的话有点太高了，所以我减了一点，就是让它从更底下开始运动。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当然了，它有其他的办法。其他的办法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胡迪尼官方2023的 Hive， 这个作者他就是做了一个 Ocean 的一个项目，他就讲到了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脉冲运动。可以看一下，我会把链接贴到参考之中。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时候我们先做的是这个触手的部分，然后这里面的话，这里面这个小伞其实比较简单，其实就是把外面这个大的伞部缩小了一下。你看，最终渲染的就是使用的，这是外面的大伞嘛，里面的小伞，其实就是把它复制过来，复制了一个，让它变小一点。然后我们制作触手的话，也是同样的，看里面的部分
把它选出来，从这个地方，你看让它没那么厚，这些都是一样的，只是大小上有一点区别。好，往下，我们先要制作的是，就是这4根线，这里是4个触手嘛，就4根主结构线，让4根主结构线有获得随着这个水母的一个运动，一个自然的运动之后，然后将这触手跟随这个主结构线去运动。所以我们先要选出4个点，内部的这个小伞上要选出4个点，让这个线克隆到这个点上。好，我们所以使用一个 Group Expand， 选出中间的这个结构。我们注意看一下啊，还是我们之前 Bank 这个组别，将它往回缩，得到一个新的组，然后这个组选出来，然后再通过这个0号点嘛 ，expand 往外扩，将它们2者，再把中间的这个选出来的减去，然后使用我之前的一个资产克隆运动的点，你看，这个我在之前的分享当中免费分享过，让4个点，然后根据我们这个 seed 值选出合适的，比较平均的分布在这4个角上，38，你看是，然后它有跟随的运动，你看我们最终得到的是这样4个点嘛，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是干嘛呢？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方向问题。你看这个本身是朝向的是一个 z 轴嘛，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点上有一个 n 的方向属性。方向属性的话，当然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朝向下，也就是这个法线属性是等于0、-1、0，是吧？默认就是你看这里是一个0、-1、0，但是我是将这个0号点的一个0号点，就最开始0号点。它不是本身有一个法线属性吗？对吧？看一下，朝这个位置，将它复制过来。你看，那么这4个点它有一个跟0号点同样的一个法线属性，所以它的方向的话，其实它这个时候方向就是与这个水母最初始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是吧？但是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它的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与0--1-0的这个 n 方向做了一个 lerp， 也就是 warp 当中的一个 mix， 我们可以随时调整它的一个方向，是吧？这个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设置了一个 n 属性，然后其实这个 n 没用到，看一下是用的多少，差不多啊。先设置了一个-1，也就是这样一个朝向水平朝下的一个方向，然后 P2 呢就是这个0号点的一个 P 的属性，使用现有的4个点减去这个中心0号点，那么我们得到一个方向，是吧？得到一个方向是朝着0号，是一个反方向嘛？因为矢量的减法，也就是最后的朝向是朝向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P 的这个方向，是吧？它是这样，也就是这个方向嘛，对吧？然后我们使用个 lerp， 将它们2者做一个混合，-1跟这个，那么我就可以随时调整它的一个方向。我们
最后使用到的是0.906。最后呢，做了一个 P scale 的一个随机大小，也就是它的一个长度随机。然后 resample， 让它的点数变多。这个也是我在水母里面讲到的一个资产。这样通过这个资产，我们可以得到顶点的组。我们主要是得到这个组，这个点组我们需要跟随运动嘛，或者说让它固定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小的水母散布之后，然后跟随这个散布去运动，这 bottom 这个点组，然后删除不要的属性。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就是通过 curve u， 这里有个 curve u 嘛，通过 curve u 这个属性，我们来控制它的一个bend的一个刚性。红色的部分的话，它就更软，底部的话它就不会更弯曲度就没有那么高。然后同样控制了一个它的一个粗细 thickness， 也就是上面的部分粗一点，下面部分细一点。然后只保留了点组。我们使用的是 string 这个线的方式去模拟，没有使用 hair， 因为 hair 的话，它模拟相对 string 是慢一点点，然后它会有一个方向的属性，我们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的。string， 然后实际上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它的一个粗细嘛，然后是将点组跟随运动。其实这个 attach 这两个其实可以，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这个地方可以不用，因为使用了 attach。我们继续往下，然后 vellum reframe 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它在模拟的时候会参考这个第三个接口这个物体的运动，因为它本身是运动的嘛，对吧？然后参考这个运动，那么它的运动就不会太夸张、太剧烈，它会参考这个运动。这个节点就是做精细模拟的时候会非常有用。然后其他的就这里设置了，给了一点点重力，一点点阻力，里面是没有任何设置。然后这就是最后的一个模拟。模拟往下走，删除不要的属性，只保留了一个 V 的话是做运动模糊用的，但是实际上我做渲染的时候是没用到 V， 因为它本身整个水母的运动非常的缓慢，就不需要给这个运动模糊。就是运动模糊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影响它的渲染速度的，速度越快，这个运动模糊给上的话就渲染越慢。然后这里给了一个 N 属性，它会计算吗？这个是切线作为它的一个 N 属性，这个我们都是为了让它生成模型用的。我们如果是直接这样给的话，看一下，先看这往下走。当你对将运动的线，这里有一个技巧，当运动的线变成模型的时候，使用 sweep， 它对 N 跟 up 这个属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或者你使用4元素也可以如果我们使用 N 跟 up 的话，当你给一个 N 属性的时候，这个 up 一定是固定的，否则你sweep 生成的模型，它是在不停的一个旋转。但是呢，我们发现这是有问题的，你看，把这关掉。它虽然不跳了，但是它你看。它有这样一些断层，包括这个地方扭曲，是吧？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几种办法，就是在你固定 up 之后，它还是有这种问题。第一种就是我制作了一个资产，这个资产使用到之后，这2个节点其实就不需要了，因为我们在里面是给了一个 orient 一个4元数，然后我们对这个4元数做一个处理 solver 处理，所以我们最后生成的使用 sweep 生成的一个模型是肯定没问题的，它是一个解算的过程。或者你就要么就使用这个 polywire 的话，它就是不读取这个，我忽视这些n up 4元数，这样也可以，但是这种的话就是比较适用于，它不需要使用运用到它的一个旋转效果，比如这个样条它本身是带旋转的，但是你在渲染的时候是无视这个旋转，这个 polywire 就有用。但是如果你需要观察到它的一个旋转，你这个可能它就无法识别它的一个旋转的一些属性，所以你可以使用到我使用的这个资产，修复它的一个旋转问题。然后继续往下，这里给了一个 UV，当然我们最终渲染是没用到，这个 UV 还是同样的，在你运动的时候，这个 UV 属性是在跳的，所以我们再固定到第一帧，克隆回来，我们得到这个是最后用于模拟的一个结构线啊。当我们得到这个运动的线之后，我们现在是要制作这个裙边或者说触手，这个地方就是本教程第2个大难点。什么难点呢？就是我们看我们本身的曲线，本身的结构线，它并不位于世界中心，而且它是有4根。那么我们如何程序化的将我们这本身的这个触手的这个结构，在第一帧的时候克隆上去？因为我们最终是将这个触手绑定到这个结构线上，然后做一个模拟的运动，对吧？所以我们在第一帧的时候，如何程序化的将它们克隆上去呢？我们首先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我们要将结构线变到世界中心，然后在世界中心之后去得到我们的裙边，最后我们当得到的这个裙边触手再还原到第一帧原始的主结构线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固定到第一帧，然后这个地方使用 curve 将先把这个最顶端这个往回收一点。为什么往回收一点呢？就是让它不要完全顶到这个散布内部的散布。然后我们使用 for each 选出每一根这个主结构线。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就是要将这个主结构线变到这个世界中心，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前这个0号点是最顶端，往下走。我们这个地方有个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如果要想让这个结构线变到这个世界中心，那我们正常是将0号点移动到世界中心。但如果我们使用0号点移动到世界中心会怎么样呢？你看，比如说我们0号点，这0号点变到世界中心，它其他的点是没有动的，
对吧？它只移动到0号点，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KineFX 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将它变成一个骨骼结构。那么我们移动它的一个根部结构，那它其他的子结构、子骨骼也会跟着移动，对吧？所以我们首先要让它变成骨骼。变成骨骼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后面用的呢。我们使用 orient along curve 给了一个矩阵，对吧？矩阵。这个矩阵，你看，我们看一下，它的 z 轴是从0号点朝那个的，朝沿着那个线的这个结构方向的朝向，所以0号点是它的叫什么根结构、根骨骼。这里面就是我经常会使用到的是 next edge。rig 这个地方使用的是叫 reductor， 让它变成骨骼。这里实际上它的作用它作用是给了一个 name 属性，就是我们要将一条样条变成骨骼的话，一定要有 name 属性，所以这个地方是给了一个 name 属性，看到没？而且每个点的一个 name 属性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是总共402个点。往下走，然后我们使用 rig attribute wrangle， 我们对0号点做处理。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什么处理呢？先把它关了。0号点的处理，首先我们通过这个 point 这个 vex 函数读取到0号点的它的 p 属性，然后使用 translate 这个函数反向移动它的这个 p， 那么我们就让这个 p 0号点回到了世界中心。注意，我们对骨骼的处理，主要是这三个函数，一个是旋转、缩放、旋转和位移，这个是缩放。这个是旋转，这个是位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用这个 pre-translate？pre-translate 就是它是一个预平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它是在旋转、位移、缩放，它是有个顺序的。pre-translate 它是将平移放到最前面，但是常规平移的话是还是只用 translate， 也就是说。在我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基本上没有用过这个，还是使用的是个 translate 的常规平移。我们看一下，你如果使用的是 pre-translate， 你看它就不是回到世界中心0号点，所以我们这里将它回到世界中心，使用的是 translate。这个具体的我就具体怎么用我就不解释了，因为比较复杂。这个时候我们将P2 等于它的0号点的一个属性，你看 P2 就是每个点它都有一个 P2 属性，不是每个点，它这个地方是0号点嘛，因为只针对0号点，它有一个 P2。那么往下，我们这个时候想要做的就是将这个曲线要对齐这个 y 轴，对吧？因为你要对齐了，你才好做这个克隆的后续的一些处理。我们将它看一下啊，这个叫 P2， 所有的这个 P2， 所有点上都有一个 P2 的属性。P2， 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我们需要使用到 dehydra。dehydra 什么意思呢？就是将向量 A， 旋转到向量 B， 会得到一个旋转矩阵和4元数，
是个带方向的一个旋转矩阵。我们通过这个旋转矩阵，然后再乘以原始的 P 属性，它就会回到我们想要的这个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我一开始给了一个 polyframe， 这个在切线的方向给了一个 n 属性，我们看一眼，它会沿着这个直线的方向有一个矢量 n， 对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将它到视野的中心这个方向，对不对？它会有一个旋转，从这个方向旋转到这个方向，对吧？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 y 轴的，也就是0杠1杠0， 0杠1杠0，对吧？我们要将这个 n 旋转到0杠1杠0，但是为什么是负 n 呢？为什么是负 n 呢？因为你看它现在是朝着上面的嘛，我们先往下面朝向是往下，朝向是往下，因为0号点的旋转嘛，最下面，所以旋转到这个位置。首先我们要变到视野中心，是吧？视野中心之后，我们开始做旋转负 n， 也就是这个方向，也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嘛，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对吧？然后旋转到这个方向，通过这个 dehydro 得到了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矢量，然后我们再乘以这个原始的这个 P 属性乘以这个旋转矢量，就让它旋转到这个 y 这个方向了。得到这个 y 方向之后，我们再让触手克隆到这个线上，或者说根据现在的这个直线去制作触手。得到这个触手之后，也就是我们还要回到原始的这个，我们回到这个，这是新的方，我们还需要回到原始的位置，对不对？怎么做呢？就是让它反向 dehydro 一下，你看，看一下啊，从-1 010再旋转到这个方向，负 n 的方向是吧？010这样旋转到负10，得到一个新的旋转矩阵，然后再反向乘回来，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再把这个0号点再位移一下，对吧？使用 translate， 那么我们就让它回到原始的位置了。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好，我们现在得到这个了，对吧？得到这个回到视野中心的这个直线了，我们这个时候来制作触手，使用 ID， 我们看一下这个触手它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啊？是这里，你看，它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两根曲线，两根样条放样，得到一个这个结构，是吧？好，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第一根样条，然后我们第二根样条位移一下，你看得到两个样条，然后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你看第二个样条是这个样子，我们如何对第二个样条做处理呢？看一下，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让一个样条有这样一个波浪的形状，我们应该使用什么办法呢？其实是一个初中的一个函数知识，就是我们使用到的是 sin 这个三角函数。看一下啊，它原始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不用管。
注意它是 y 轴方向有变化，所以我们需要对 y 轴方向设置一个 sin 函数。怎么做呢？提取出来 vector to float， 然后 y 轴的方向 sin， 因为我们直接过来，直接过来就有了，对不对？但是它在我们说视野中心看的话，它并不是只沿着这个 z 轴这个面去那个，所以我们需要再调整一下 float to vector， 我们只让它修改 z 轴，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首先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它的一个强度，因为这个强度太高了嘛。对比一下这原始的线，强度太高了。修改强度，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乘以一个常数，强度变小了，但是它的波浪数量太少了，对吧？那么我们需要提高它的频率，提高频率就是在 sin 之前乘以一个常数，20，你看，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什么？我们只有一个波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波浪，对吧？我们让这个频率再小一点。我们需要一个小的波浪，就是小的波浪，我们再继续把它复制过来，加上去。小的波浪的话，我们让它的波量，首先让它强度降低，然后频率要提高，对不对？这小波浪就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头部、尾部它的强度有一些变化，那我们还是使用之前我们讲到的使用 real point BB box， 对吧？我们只对它的一个y 轴的一个方向做控制 ，vector to float。ramp， 不对，应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相乘。相乘的话，看一下啊，沿着 y 轴，对不对？你看它底端就没有了，然后同样的。是吧？底端就没有了，然后我们顶端也没有的话，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原理。然后我们最终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曲线，然后做一个平滑处理。看一下，它其实就基本原理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再位移一下，注意我们放样的话使用的是 scan 这个节点。scan 这个节点，然后在 scan 之前需要将两个样条变成 lerps 曲线，放到一起 scan。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它看一下，它是一个 lerps surface 变成一个 polygon， 然后使用 remesh。这个地方是干嘛呢？就是我需要让
我需要让靠近这个主结构线的这部分，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更边缘的部分有个结构线的变化，就是使用的还是一个mix， 通过这个 rel bb-box x 轴做了一个映射，对吧？所以让这边就没有这么强，右边就更强。这边的话就是让它平的时候，让它完全变平嘛，就是这个叫什么 z 轴变为0，对吧 ？z 轴变为0，计算出它的一个uv， 然后将这个 uv 传递过来，对吧？传递过来，然后 fuse 一下，删除 id， 就是我们使用 Vellum Solver 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原始的模型上面带 id 属性，它模拟是会报错的，所以我们要删除这个 id， 然后选出中间这个线，这个 mask 是看一下啊，这个 mask 是干嘛用的呢？就是我们最终要获得这个触手这周边有一个这种群边比较自然的效果，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mask 属性对它的一个restless 做一个区分，也就是更边缘的位置，这个 restless 值更高，包括它的 bend 的 restless scale 都有一个区分。我们看一下 edge 属性，就是所有的点。这个地方的处理，其实我都是为了得到这个东西，是我们后期做材质的时候渲染会用到的，是吧？所有边缘点、中心的点，然后相减，得到这个 edge 赋予一个属性值，是吧？然后对它一个 blur， 这个 edge 2的话就是使用了bounding box。是吧？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区分，这个也是做材质的。最后我们将它做了一个位移的一个处理，就是我们需要克隆到这个中心的结构线上嘛，是吧？所以中心的结构线它是有一个粗细的，就是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最终是，你看我们最终是用的是这个生成的结构线模型是做的那个attach， 所以你需要稍稍离开这个中心，然后同时我们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detail， 做了一个旋转的一个区分，因为我们不是有4根结构线吗？4根结构线，所以我们四根结构线让它每一个都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变化，旋转角度的变化，同时我们每根结构线上，它实际上它有3个这个触手，所以我们使用 bend 对它做了一个旋转，看读取到的是这个原始的这个节点的一个 dx size， 也就是它的一个这个高度值 ，bounding box 的一个 y 轴的一个坐标值，旋转。你看，每一个都有一个120度的一个叠加，最后得到一个这样一个东西，是吧？这个地方是其他的，就是我做其他一个测试，比如说这样一个结构，2个，这样一个3个，其实都可以哦。就是我最终选择的是这样一个旋转的一个结构作为它的最后的一个触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让我们之前这个直线的这个 n 属性，这个地方得到的一个 n 属性给它复制过来，因为我们还是要将得到这个触手要返回到原始的位置，对吧？dehydro 你看原始的位置，对不对？克隆回去。注意，它这个地方因为是3×3矩阵，它是位移的是整个结构，但是
这个0号点，我们刚刚说那个直线的那个0号点，最终那个位移是指移动0号点。你这个时候如果你直接位移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无法作为一个骨骼嘛，对吧？所以我们将它变成一个点 ，peg 之后变成一个点，变成一个点之后，对这个点进行一个位移，是吧？然后再让它 unpack 一下，那么就回到原始的位置。同时，我们将没有位移之前，就是变成 peg 之前的这些属性给它克隆回来 ，copy 回来，对吧？我们看一下，是吧？这儿是不是就对上了，对吧？对上了，对吧？如果我们看这边拿回来，是不是？你如果是对，然后我们再让它返回到，是吧？因为它是这个地方使用的是 for each， 它对每一个4根线，每一个都单独处理了一下，然后再返回去。你看是不是就对上了？程序化的对上了，而且它旋转的角度是有区别的，对吧？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结构线，这是结构线，对吧？结构线，然后使用的是 attach， 是吧？像 group 3，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地方得到的 group 3，是吧？中心的这个点，然后 attach 到这个结构线上面，提高一下它的强度，然后让它作为一个布料模拟，强度提高，同时这边做一个碰撞题，大散步跟小散步，注意一开始一定不要有穿插啊，有穿插就会模拟就会有问题，尤其是第一帧的时候。如果有穿插的话，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角度去调整，包括还有通过这个 curve 调整一下它的上下的一个距离。然后同样的也是给了一点点的阻力，一点点的重力，里面是什么都没给，里面给了，里面为了忘了，这里面很重要，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触手的这个裙边有一个膨胀的效果，所以我们通过读取到外面那个 mask 属性嘛，这个 mask 属性做了一个 rest scale 的一个区分，也就是靠近中心线的这个 rest scale 是1，裙边的这个位置是 1.4， 就是当它模拟的时候，这个裙边就会这个布料就会变得更长，对吧？这个地方其实没用到，这个笨的其实不需要做。最后我们得到了，你看，它是从第一帧开始就已经开始，第2帧开始就开始做一个膨胀，周边就会变得有一种下坠的一种裙边效果。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说所有的这种水母这种结构，这个裙边都是使用这种方法。当然，你最后的这个，我们说最后我们看到的大家做的水母不一样的，主要还是在于就是这个部分的不一样，就是你这个部分怎么做不一样，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不一样嘛。但是这种裙边效果实际上都是使用的这种方法，让周边蓬松，给了一点，让它的边增多，是吧？一点点模糊，你注意 smooth 一下，删除不要的属性跟组别。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触手的一个制作。接下来就是这个部分，我们叫触须。触须的话，一定是先做触手为什么？就是因为触须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模拟可能会跟这个触手有碰撞，所以我们先要模拟完这个之后，让这个触手的部分作为它的一个触须的碰撞体。好，我们往下看，还是这个伞部，这个是大伞，这是外面最大的一个伞，然后选出这个部分，也是 poly extrude 的那个其中的一个组。选出 fast group unshared 是吧？选出两边的组，然后所有的组减去 unshared 组，得到中间的组。中间的组选 group range 是吧？隔行选择，选出了这些点，然后在这些点上，我们去做一个克隆，还是说的就是我们将这些线克隆到这个点上面。同样的，跟这边之前那个主结构线的一样，也是给了一个-1到1，然后使用中心点，对吧？有一个方向的一个，你看方向的控制。这个地方的控制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你在触手模拟完之后你如果控制不好这个线的话，可能会在第一帧就有穿插，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穿插，是吧？注意这个点是0，当这个点是0的时候，就表示没有穿插，是吧？然后 P scale 做了一个大小的一个随机，看一下大小随机，是吧？然后如果你想在 warp 当中实现这个效果的话，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0-0就中心点，原始的4个点的 P 属性相减去0号点，是吧？得到一个从中心朝向4个点的一个方向。我们给它一个 normalize， 将它标准化。其实这个地方不需要标准化，因为我们没有计算到它的一个移动，我们只需要它的方向嘛。因为克隆点是读取它的 n 属性方向值，然后从与-1跟1做了一个 mix 值的一个混合，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一样的 0.967。诶，怎么有点不一样啊？我看一下，还是要把它 normalize 一下，这个 normalize 不能去掉，这是一样的，对吧？我们往下走，给了 curve view resample 了一下。通过这个 group curve edge， 我们得到一个 bottom 组，也就是顶点这个组，与原始的这个触手作为碰撞物，是吧？然后 bottom 组跟随运动，也就是顶上这个组跟随原始的这个线运动，对吧？然后给了一个模拟。这个模拟的话就给了一点风力吧，给了一个朝下的一个风力，让这个线不会太运动的太散乱，对吧？太散了，就这个样子。同样的，我们把它的一个 up 第一帧给它固定住嘛，因为我们要生成模型的时候，就是这个模型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将它的 up 第一帧，或者你手动设置个 up 也行。我这个地方是将它的第一帧固定为一个 up 值。我们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没有使用到我自己做的那个 fix orient 的资产。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我在那个地方讲到的，我在那个皮肤那个课程讲到的，我们做了一个位移。让它往上轻微的往上移动了一点点，就是让这个模型穿插进这个
穿插进这个散布，对吧？看一眼，对吧？穿插进这个散布，就是沿着它的一个 N 的这个方向位移了一点点，对吧？位移了一点点，然后同样的 resample smooth， 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对它的粗细做了一个简单的映射，让它的底部更细一点。然后固定第一帧的 UV， 我们主要的这个结构就模拟完了。然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制作这个上面的这个贴图，这个树状这个结构的这个贴图。我们从大伞拿过来，这个大伞固定到第一，我们选一帧，也就是这个伞部向外张开的一帧，然后我们只需要最外面的这个结构，我们做一个 remesh， 这个 remesh 我们需要让顶部的这个密度更高，底部的密度中间的密度低，顶部跟底部的密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使用了将这个 curve U 属性做了一个映射。注意这个 curve U 的这个值啊越低，我看一眼 curve U 的这个值越低，它的那个密度越高。然后使用 adaptive mesh size attribute 读取的是这个映射过的 curve U。好，我们然后提取它的中心点，将这个中心点映射到这个原始的这个伞部结构上面，并且克隆一个球上去，是吧？这样我们就选出了顶部的这个点，然后我们再使用group 随机选择一些点，使用 find shortest path start end 组做一个寻找最短路径嘛 ，from any start to each end， 得到这样一个结构线。结构线之后需要需要 fuse， 因为这个点特别多，然后 smooth 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构线。得到这个结构线之后，它并不代表我们这个贴图就制作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模型是运动的嘛，我们必须让这个固定的这个结构线怎么100%的映射到这个运动的这个伞部结构上呢？我们需要首先给一个 UV， 这个 UV 的话只是有一个 UV 数值，然后使用这个 point split， 通过 UV 这个属性将它们分开，对吧？分开之后，将这些点变到这个 UV 平面，也就是说1-1嘛 ，xy 平面xz 平面的1×1的这个方格之内。然后看一下，这个好像没用到吧？看一下。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还是之前的一个大伞。大伞的话，我们也是在其中的这外面这个伞部结构其中的一帧张开的这一帧，将这个看一下，这个应该没有用到吧？我们将这个地方得到了一个 UV， 看一下啊，这个地方是吧？得到的 UV， 给它移动过来，给它 copy 过来 ，copy 到这个不对，应该说是让这个伞部结构，就是模型上的这个 UV， 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刚好铺平到这个 UV 这个平面的这个 UV， 移动到克隆到这个我们张开的这个结构线上来。
然后我们将它移动到从 vertex 层级移动到 point 层级然后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呢？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得到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在 copnet 当中去处理读取到这个当前的这个平铺的这个模型结构，它处理这个平面的时候 copnet 它就刚好是在这样一个2×2的这样一个 xy 的一个平面上，所以我们给了一个2×2的一个平面 xy， 然后计算了一个它的 uv 刚好是铺满的，对吧？然后通过 uv dist 读取到这个平面上的这个属性，这几个属性，然后将这个获取到 uv 的这个结构线，然后通过 prime uv 平铺到这个平面上，看到没 ？AB 这个 AB 就是读取到了这个地方的 AB UV dist， 然后平铺过来，平铺到这个平面上，看到没？然后我们再对这个结构线，其实这个地方都没用到，这个是没用到的，因为我们只要让它变成一个结构嘛，就是这个 orient along curve 其实没用到的，我记得是。然后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构，得到这样结构之后，我们再创建一个 copnet 进去。我们如何将外面的模型引入进来呢？使用的是 sub input， 对吧？这个 sub input 这个是模型，我们需要查看这个模型的最后的一个贴图贴上去的一个效果，使用到的是 preview material， 对吧？然后我们处理一下。我想一想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出问题了？这应该是显示 bug， 先不管，我们先看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模型引入进来，然后使用 rasterize geometry 变成一个黑白贴图，使用 delete 对它做一个扩边的一个处理，然后模糊一点，对吧？模糊一点，这时候我们需要让它周边缘有一个噪波，然后有个虚化渐变的效果，怎么办呢？其实里面应该是有办法的，但是我忘了怎么做了，所以我在外面创建了一个这样一个圆，然后给了一个 mountain， 然后将它引入进来这个样子，还是 rasterize blur 一下，将它们二者相乘，你看它就有一个边缘噪波虚化黑白的一个渐变效果。我们这时候再让它贴到这个原始的这个模型上面，对不对？看它是100%是跟随这个 UV 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处理都是读取的 UV 嘛。你看这个 UV 是把它的 UV 已经拿过来了，然后贴上去的这个模型，读取的也是这个 UV， 注意是 UV。我们为什么说这个 UV2 是做那种噪波，那种很细化的常规贴图？这个 UV 是只针对这个贴图，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平铺上去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平铺上来就刚好是这样一个效果，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因为我们是在 Redshift 当中渲染，使用 raw image render 到本地，生成一张这样的一个贴图。看一下，是一样这样的贴图。好，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制作。然后这时候我们进入渲染，渲染的话，
光源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光源的话就这3个光，卡住了。光源的话就是3个光，一个是主光，在它的一个左前上方，一个顶光，然后一个背光。看一下这个是它的一个触手吧，我记得这是它的触手，也就是中间这个结构。我们做了一个 edge 嘛，就记得吗？边缘有一个属性，做了一个颜色的一个区分，边缘是白色，中心的话是一个紫色，然后一个 3S 材质，3S 材质拉满了，然后一点点粗糙度。闪部的话其实就是你看使用的是外部一个贴图，外部的贴图的话使用到我们刚刚制作的那个树状结构，使用到的是一个 UV， 注意是 UV 不是 UV2。然后主要材质就是一个玻璃材质，给的比较满，因为比较透嘛。然后这个上面有个 Curve View 属性，做了一个颜色的渐变，看一下就是上面白，下面紫。然后这个树状结构做的是一个 Bound Map。另外就是里面的小伞的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玻璃，一点玻璃，一点 3S。最后就是一个触须也比较简单，给的是 3S。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谢谢。